這是陳建新和爸爸的第二次擁抱，中間相隔70年，隔着海峽，也隔着生死。我是孫春龍，一個打掃戰場的人。2018年，我們帶70歲的陳建新前往台灣接爸爸的骨灰回家。陳建新有重听障礙，不會說普通話，溝通要靠侄子提爾翻譯。當記者問他帶爸爸回家的心情時，他只說了4個字：我不敢說。這是一個從小失去父親的孩子情緒噴湧前最後的克制。陳建新的家在雲南德宏。1940年，爸爸陳友平被德宏當地游擊隊抓了壯丁，負責維護滇緬公路和防範日軍。一開始還能時不時跑回家看看。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戰打響後，陳友平被編入了正規部隊，回來的次數越來越少。1943年，大兒子陳建祖出生；1948年，陳建新出生，家裡全靠妻子高淑玉一個人撐着。陳建新6個月大時，已經失蹤1年多的陳友平終於回家了。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抱了抱還在襁褓中的陳建新，這是父子倆的第一次擁抱。沒幾天，陳友平又要離開，妻子高淑玉不解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為何丈夫還不回家？陳友平說，這不是他可以決定的，當逃兵會被處死。高淑玉只能含淚送丈夫出門，這一去，他們一生都沒有再相見。陳建新10歲那年，村裡有人說爸爸陳友平可能在緬甸。已經15歲的哥哥陳建祖準備獨自前往尋找父親。高淑玉拗不過孩子，加上對丈夫的思念，她決定一同前往。高淑玉帶着陳建祖在異國他鄉走了好幾個月的路，雙腳都走出了血泡和後繭，卻始終沒有找到陳友平。出門時間太久，高淑玉記掛年幼的陳建新只好返回雲南。兒子陳建祖不甘心，留在了緬甸，加入敗退於此的國軍部隊，繼續尋找父親。他在緬甸叢林的各個軍營中逢人就問，你認不認識一個叫陳友平的人？可沒有人知道。軍營裡的人都勸陳建祖，要他別找了，可能早死了。陳建祖不信，他覺得他一定能找到爸爸。他懷疑爸爸去了台灣。1953年，緬甸政府因為不滿國軍盤踞境內，多次圍剿未果後，在聯合國抗議，要求台灣從緬甸撤兵。台灣為了應付聯合國，撤回了部分官兵，仍留下部分精銳。1961年，在國際輿論壓力下，台灣當局下令第2次撤台，明撤暗留。段希文的5軍和李文煥的3軍撤到了泰國北部。陳建祖跟着部隊到了泰北，在那裡他找到了2次撤台的名冊。他一遍一遍地尋找父親的名字陳友平，但望穿指背也沒有找到。那是他第一次懷疑父親是不是真的死了。不久後，一個和他在軍營中同生共死的戰友被抓了，他趁着看守鬆懈救出了戰友。2個人一路逃亡，回到了雲南。令陳建祖沒想到的是，這個戰友居然是一名臥底。在戰友的鼓勵下，他加入了解放軍。在部隊10多年後，陳建祖趁探親假再次回到家鄉，卻發現家裡一切都變了樣。因為父親和他曾經的身份，家人們飽受磨難。弟弟陳建新有了嚴重的聽力障礙。陳建祖選擇轉業回家工作，撐起破敗的家。1992年，一封来自台灣的信打破了平靜。同信一起寄來的還有幾張照片。不識字的高淑玉看着照片上那陌生又熟悉的臉，一下哭出了聲。她等了幾10年的丈夫終於有了消息。信的開頭是這樣的：淑玉，你改嫁了嗎？還守着我們的家嗎？我們的孩子都長大了嗎？信尾的署名是陳志華。陳志華3個字讓陳建祖跪倒在地，痛哭失聲。他當年在泰國翻名冊時看到過陳志華這個名字，可他不知道那就是父親。如果父親沒有改名字，他早就找到他了。悲愴的哭訴在歷史的錯位裡無人應答。陳建祖趕緊寫信托人寄去台灣，催促父親回家。書信一去一回，耗費數月。在收到回信的時候，陳志華已經下身癱瘓，無法回家了。最後一封信上，陳志華寫道：如果能回来，我下半年就回来；如果下半年沒能回來，你們要想辦法接我的骨灰回来。高淑玉听到這一書般的交代，她在床上哭了3天。1996年，陳志華的好友劉正朝寫信說，陳志華已經重病在床，神志不清。
家人寄去的最後一封信，他都沒能拆開，希望他們快點到台灣探親。陳志華的另一好友張翔也來信說，陳志華的病情每況愈下，當了一輩子的兵，到了晚年孤苦無依，希望他們趕快赴台。高樹玉和陳建祖都沒說話，因為信中提到，去一趟台灣，光機票就要花費8000元台幣，這是他們家庭負擔不起的一個數字。除了焦慮和自責，他們一點辦法也沒有。2001年，陳志華在台灣離世，妻子高樹玉和重病已久的陳建祖也在這一年相繼離世。一家4口只剩下聽力殘疾的陳建新，一家人團聚成了隔海相望、遙不可及的幻想。從2008年接觸到緬甸遠征軍老兵，發起老兵回家活動以後，我與緬甸的交集越來越多。多年來，緬北地區戰亂不斷，難民問題愈發嚴重。我也曾參與緬北難民的救助。在一個難民援助項目裡，我認識了陳建新的兒子趙寶民。他在緬甸果敢成立了一家青少年培育中心，收留那些因為戰爭或毒品而失去了父親的孩子。他說，如果不是戰爭，哪一個孩子不是父母的寶貝？在得知我發起的老兵回家活動後，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說，能不能幫忙接他爺爺回家。2018年，我邀請陳建新前往台灣接父親回家。他的父親陳志華常年於台南白河鎮靈骨塔內。找到陳志華的骨灰後，一家人進行了一個簡單的祭拜。陳建新取出從家裡帶來的黃布，小心翼翼地包裹着父親的骨灰壇。他說，不管爸爸是否養育過他們，他都希望能接爸爸回家。這個從沒見過爸爸模樣的孩子，極力克制着心底的情緒。直到回到酒店，他才抱着爸爸的骨灰壇，將頭輕輕靠在上面，默默流淚。他和爸爸一生的交集只有2個擁抱。上一次相擁時，他才6個月大，是父親抱着尚在襁褓中的他。而這一次，時隔70年，一陽兩隔，是他抱着漂泊半生的父親回家。當我問他怎麼安置父親的骨灰時，他說雖然家裡條件不好，但他早就計劃好了，要用自己一生的積蓄給爸爸補辦一個風風光光的葬禮。回到老家後，陳建新帶着全家人按老家風俗守靈，跪拜了5天，膝蓋跪得紅紫腫痛，可他毫無怨言。他覺得只要足夠虔誠，父親在另一個世界就會過得好一些。這一年，因戰火分離的一家人，終於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實現了團聚。陳建新把爸爸葬在了媽媽身邊，媽媽一輩子都在等戰爭結束，等丈夫回家。哥哥找了爸爸一輩子，可他們都沒能等到這一天。爸爸的葬禮結束後，不會說普通話的陳建新寫了一張小紙條，感謝我們的幫助，也告訴那些和他一樣尋找父親的孩子們，不要放棄，總會有希望的。我們的尋親後台目前已收錄24010條尋親信息，無數家庭都在苦苦尋覓當年於戰火中失散的親人。經過多年持續努力，我們已經幫助473個和陳建新一樣因戰爭被迫分離的家庭重歸團圓。雖然我們的尋親成功率僅有1.6%，但我想我們永遠不會放棄，因為這是無數白髮蒼蒼的孩子心中僅存的微光。這份跨越歲月的追尋，是為破碎的歷史求一份遲到的答案與歸途。我們找到了他的帽徽。我爸爸临終之前心心念念的就是我的爺爺。你要别来回家了。